台湾导弹用上了淘宝卖的二手大陆零部件，别奇怪，这种事儿美国也少不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2月9号呢，台湾的那个《镜周刊》捅出一个消息，说是惊爆性质的重大军购弊案，那就是台湾那个中山科学院他们研制的天宫2防空导弹用了大陆产的材料和零件。而且呢，媒体传得很玄乎，说是承包商从淘宝上买的二手货。台湾自由时报的报道是，天宫导弹零部件供应商两个，一个叫昂神，一个叫勋章，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陈清茂、陈延章还有这个陈延勋父子3人，于2018年接连中标了台湾中科院的采购项目，负责向台湾中山科学院提供集成电路、整流器这些器材。然后呢，他们说是涉嫌用16元一个的价格，通过淘宝向大陆厂商采购了516个整流器，到手之后又自行喷涂了一个美国原厂商标，最后拿这些个大陆产的零件是冒充美国的原厂件，拿去充数履约。要知道，美国的原厂零件比大陆买的这些也贵上百倍，再加上别的一些零件，一共是骗了台军近1亿元新台币。这个台湾军方说呀，这些部件可能会严重影响台湾导弹的射控点火功能。这个新闻出来以后，我情感上很矛盾的。如果这些零部件真的能够影响天宫导弹到了没法发射点火的水平，我当然高兴。不过要说大陆的零部件质量就是差的，就是不好的，那简直就是侮辱，我没法高兴。而且这不仅仅是侮辱了大陆的工业水平，台湾这些政客把美国军方呢也一起侮辱了一遍。首先，从大陆民企购买民用零部件行不行？一般来讲，有些机电部件、电子元器件确实有民用跟军标的区别，那军标性能肯定是更好、更稳定。但是现在很多民用的零部件的水平啊，已经能够跟军标差不多，能够满足军用需求。比如美国的战斧 Block 4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让价格比那个 Block 3大幅度降低，靠的就是大量使用了民用的零部件。至于说使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工材料和部件，那也不奇怪，因为现在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不可能说一个国家所有的零部件都靠自己生产，基本都是靠全球采购。就像我们自己也会采购一些其他国家的芯片和传感器一样，美军很多元器件、化学材料都是依赖国外的。想当年美国从日本买的多，所以美国报纸上有个漫画，说美国空军国庆的时候编队表演，组成的字样就是 Made in Japan。 而现在这个全球供应链向中国转移大背景之下呢，中国产品走进了其他国家军队的这个装备也是必然的。2020年，美国有一个数据分析公司叫做葛维尼就有报告，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的3级供应链上，中国零部件的比例占了10%。而2012年开始，美国就允许在 F-35战斗机上使用中国产的某些器件，包括台湾自己也一样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台湾造 IDF 也用了大陆零部件，只不过当时不敢公开说，面子上不好看。后来是被一些退伍的老军人给揭穿了。而美军跟台湾的区别在于哪儿呢？就是美军用大陆零部件是明确说了，在满足性能标准情况下降低成本。台湾这帮家伙呢，是用了大陆零部件降低了成本，但还是以高价卖给军方骗大钱。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，说我们的零部件凭什么让美军和台军用啊？这不是帮助敌人吗？这个我们确实控制不住，因为我们卖的都是些常用的民用材料和元器件，卖的时候谁也没法掐指一算，谁也不知道这些零部件最后用到哪里去。再往后呢，就看台湾政客们怎么处理这件事儿了。我觉得啊，就算面子上再不好看，这种事儿就是抓几个替死鬼交差，不会深究下去。这两个公司这么长时间骗了这么多银子，台军的某些部门在接收装备、验收的时候就能做到毫无察觉吗？那两个公司骗的钱会不会就流到了台湾某些政府部门手里边，然后才能保证这些公司继续中标、继续骗钱？这些套路估计台湾的媒体和老百姓啊也早就都明白。好，关于台湾导弹怎么用了大陆的零部件，而且为什么又是二手货、淘宝货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